大家好，我係徐立賢，歡迎嚟到跨市博弈。你係咪都覺得今時今日買美股就好似買咗張單程飛去月球嘅頭等艙？尤其係過去10年，科技股嘅表現令到好多人相信以前嗰啲咩經濟週期、估值回歸都係老古董嘅廢話。每當牛市上到腦，總會有人走出嚟用新經濟、新典範呢啲金漆招牌話俾你聽，今次唔同啦。你以為自己捉到時代脈搏，其實你只係聽緊一隻每20年就翻唱一次嘅舊歌。市場上最普遍嘅共識係咩？就係因為有 AI 有科技七巨頭，所以未來年化回報率應該由傳統嘅10%上調到13%，甚至15%。聽落好吸引，啱唔啱？但係呢個諗法就好似一個設計精美嘅捕獸器，你睇到嘅係掛喺上面嘅肥美果實，所謂嘅高回報，但你睇唔到嘅係，當你一伸手，下面個夾就會將你未來10年嘅財富夾得一乾二淨。等我哋用冷冰冰嘅數學同物理學拆開呢個陷阱。而家標普500指數市盈率長期企喺24倍以上，遠遠拋離中小型股。點解？因為龍頭科技股嘅利潤率高得驚人，但問題喺邊？呢個就係盲點。你將所有錢壓喺呢幾隻大笨象身上，期望佢哋繼續用獵豹嘅速度奔跑。物理學有一個叫克萊伯定律 （Kleiber's Law） 嘅概念，簡單講就係生物體型越大，佢嘅新陳代謝率即係增長速度就越慢。一間公司甚至成個股市都唔可能違反呢個基本規律。當全球股市市值已經接近50萬億美元，你仲期望佢以15%嘅複利無限增長，就好似期望一隻藍鯨可以好似隻蜂鳥咁拍翼一樣，根本違反自然定律。企業嘅超額利潤始終要由全球消費者嘅荷包去支付。冇錯，賣軟件係比造車賺得快，但你我嘅人工有冇跟住 AI 嘅曲線指數級咁樣爆升先？當全世界嘅退休金都湧入去，將科技股嘅估值推到上太空，風險其實已經唔係風險，而係變成一種確定嘅未來。當然喺牛市入邊，冇人會理呢啲，大家忙住享受紙上富貴，互相打氣，仿佛只要信念夠強，複利就會顯靈。但係投資嘅現實就係咁殘酷，高增長最終會向物理極限低頭，估值越高，未來回報就越低。呢個唔係悲觀，呢個係算術。所以當身邊所有人都喺度為牛市狂歡，計算緊自己幾時可以財自退休嘅時候，你要問自己一個極度殘酷嘅問題：你究竟想做一個點樣嘅玩家？係要跟住大隊喺呢場已經極度擠擁獎品，即係未來回報已經被預先分走嘅遊戲入邊做一個陪跑嘅氣氛組，定係退一步睇清楚成個遊戲嘅規則同物理極限，然後喺冇人留意嘅角落揾出真正嘅槓桿。如果你對洞察市場本質嘅內容有興趣，記得訂閱我哋嘅跨市博弈，仲要撳埋個鐘仔。若果想進一步知道更多我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 Patreon 會員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